疯癫外公临终前塞给我3个核桃，我25岁生日那天，遵照他的遗言砸碎了第1个核桃，核桃里藏着一张纸条：去天桥下给你遇到的第1个乞丐磕3个头。这指令荒唐离谱，还让我颜面尽失。可我终究还是去了。天桥底下那个满身污垢的乞丐，在我磕完第3个头的瞬间，猛地起身，将我死死摁在了地上。偏偏是这个举动，让我正好躲过了身后失控面包车里伸出来的铁钩。下一秒，无数警察从4面8方围了过来。那乞丐掏出证件，厉声大喝：“不许动！警察！”那是一个打着招聘旗号，专门拐卖男大学生的犯罪团伙，而我正是他们暗中盯了半年的下手目标。若不是柳如烟用身体死死护住我，我早已被铁钩勾进车里，从此彻底人间蒸发。庭审当天，我作为核心证人出庭作证，人贩子团伙的主犯被判处死刑。她的丈夫坐在旁听席上，用淬了毒一般怨毒的目光，死死地盯着我。他突然嘶吼起来，声音嘶哑又刺耳：“江浩辰，我记住你了。你毁了我的家，我和我女儿绝不会放过你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过得安生。”这句恶毒的诅咒像一条阴冷湿滑的蛇，死死缠了我整整3年。而柳如烟也因为这次的立功表现，从一名普通警员破格提拔，调入了市局重案组，前路一片坦荡。她成了我的英雄，我生命里的光。我们也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。第2个核桃，外公留下遗言，要我在成家之前砸开。就在我穿上定制西装，准备迎娶救我性命的警察时，满心欢喜地砸开了它。这一次，里面是一张揉成一团的旧照片。照片上，柳如烟那张我爱了3年的脸，笑得灿烂又狠厉。她的双手正死死掐着一个陌生新郎的脖子，而那新郎身上的西装竟和我此刻穿的这套分毫不差。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手里的核桃壳掉落在地，发出一声清脆的碎裂响。化妆间的门被人推开，我的伴郎，也是我最好的兄弟林州惊喜地喊着：“浩辰，及时到了，刘警官已经在外面等你了。”快出去吧！我看着他，又看向镜子里身着礼服的自己，胃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。可就是这张照片，把我所有关于幸福的幻想砸得粉身碎骨。我抖着手脱下西装，换上自己最普通的便服，从化妆间的后门狼狈地逃了出去。我不敢去质问，更不敢声张。照片里柳如烟的笑容太过真实，真实到让我从骨子里发寒。我逃离了那座城市，删掉了所有和他相关的联系方式。可我没有彻底绝望，外公还给我留了最后1个核桃，只要他还在，我就一定能活下去。在南方的一座小城，我遇见了林婉婉，她是本地一家知名艺术馆的馆长，比我大5岁，性情温润如玉，气质金贵典雅。她对我一见钟情，随即展开了热烈又执着的追求。第1次去她家，我便真切感受到了我们之间的云泥之别。她家住在半山腰的独栋别墅里，墙上挂着的每一幅画都价值不菲。婉婉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心太软，总喜欢捡些可怜的小猫小狗回家。我满心自惭形秽，主动向他提出了分手。可林婉婉在追我的路上，为了避让一条突然冲出来的流浪狗，连人带车翻下了山路，抢救室外。我哭得肝肠寸断。他被推出来的时候，麻药还没退去，却死死攥着我的手，一遍遍低喃着我的名字：“浩辰，别走，留下来陪我。”就在那一刻，我彻底心软了。他的家人也再没有反对过我们在一起。在他无微不至的照顾里，我一点点走出了过去的阴影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稳与幸福。我甚至觉得，这才是外公真正想让我拥有的人生。我犹豫了很久，到底要不要砸开最后那个核桃。在我和林婉婉确定关系1周年的纪念日当晚，他包下了市里最顶级的餐厅，说想要和我相守一生。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钻戒，示意我帮他戴上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回到家，我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要在这最幸福的时刻砸开最后那个核桃。我曾猜过无数种可能，或许是祝福的话，或许是告诉我的劫难已经尽数度完，可我全都猜错了。里面只有1张字条，字迹潦草凌乱，像是外公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写的。只有1句话：砸碎你家所有的镜子。这算什么？我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我和林婉婉的家更像一座小型艺术展览馆，她格外偏爱带镜面元素的现代艺术品，家里大大小小的镜子，少说也有10几面，每一面都价值不菲，全是她从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上拍回来的藏品。让我砸了这些镜子，外公的指示第一次让我觉得荒唐至极。喂，睡了吗？我刚到外地，这边有个紧急的艺术品交流会，大概要3、4天才能回去。忘了跟你说，我给你准备了周年礼物，就藏在我们卧室的梳妆镜后面，你去找找看。我挂了电话，心里乱成一团麻。外公的叮嘱和林婉婉一贯的温柔，在我心里形成了剧烈的冲撞。我走到那面巨大的落地梳妆镜前，镜子里的我脸色惨白，眼里满是惶恐不安。这3年来，林婉婉对我呵护备至，把我宠成了一个根本离不开她的人。我的上一段感情满是背叛与惊恐，是林婉婉一点点把我从泥潭里拉了出来，给了一个像水晶一样剔透梦幻的家。我怎么能因为一句没头没尾的指令，就去毁掉她最珍视的藏品？很快，林婉婉又发来一连串消息：找到了吗？喜欢吗？
宝贝，你怎么不回我消息？是不是还在为我突然出差生气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处理完事情立刻就回去陪你。浩辰，相信我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。看着这些消息，我羞愧得无地自容。我竟然在怀疑这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核桃和字条一起扔进了垃圾桶，决定把这件荒唐事彻底抛在脑后。可就在我转身的瞬间，眼角的余光瞥见镜子里我的身后好像站着一个模糊的黑影。我猛地回头，身后空无一人，冷汗瞬间浸透了我的后背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我的心脏狂跳不止，再次抬眼看向镜子，镜子里我的倒影，嘴角正裂开一个诡异的弧度，无声地对我说：“砸了它！”我尖叫一声，狠狠跌坐在地上。不，这不是幻觉，外公从来都不会骗我。我撑着地面爬起来，抄起身边的实木椅子，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砸向了那面梳妆镜。哗啦一声脆响，镜子应声碎裂，玻璃碎片四溅开来。镜子后面根本没有什么礼物，只有一面单向透视的玻璃。玻璃后面是一间不到5平米的密室，一个男人被反绑在椅子上，嘴里塞着布团，浑身是血，早就没了呼吸。他的眼睛瞪得滚圆，直勾勾地盯着我所在的方向，脸上还凝固着极致的恐惧。我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倒在地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当场吐了个天昏地暗。我连滚带爬地逃出卧室，抖着手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巨大的恐惧死死攥住了我的心脏，让我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喂，杀人了！我家里有一具尸体。电话那头的接线员语气沉稳地安抚着我的情绪，一步步询问详细地址。很快，警笛声由远及近，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最先赶到现场。没过多久，一群身着黑色制服、神情肃穆的刑警走了进来。为首的那个人身形挺拔，面容冷冽，正是我逃了整整3年的噩梦柳如烟。他看到我的瞬间，眼神剧烈地晃动了一下，可很快就恢复了职业性的冷静，开口叫了我的名字：江浩辰。我点了点头，嘴唇抖得说不出一个字。故人重逢，竟然是在这样惊悚的场景下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当年我从婚礼上不告而别，他应该恨透我了吧？他身后的警员给我披上了一件外套，递来一杯温热的水，轻声安抚：别怕，我们来了，你安全了。很快，我的好友林周文迅赶了过来，他一进门就扑到我身上，哭得涕泗横流。浩辰，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婉婉的电话也打不通，他那么爱你，家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？我靠在他怀里，身体还在不受控制的发抖。林周是我在这座城市里唯一的朋友，他是一名健身教练，性格阳光开朗，像个小太阳一样。是他在我最难过的日子里一直陪着我，鼓励我接受林婉婉，抓住那只伸向我的手，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。林周，我好怕。柳如烟的目光扫过我们，最终落在我的脸上，语气公事公办：江浩辰，现在需要你跟我们回警局做一份详细的笔录。他是受害者，你们凭什么带他走？这是办案程序。我被带上了警车，林周坚持要陪我一起去警局。到了警局，我被带进了审讯室，由柳如烟亲自审问。说吧，那间密室还有里面的死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把外公留下3个核桃的事，还有镜子里发生的诡异景象，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了他。柳如烟身边的记录员笔尖蹲在纸上，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精神失常的人。柳如烟沉默了许久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，开口道：所以你认为是你的外公在冥冥之中指引你发现了这一切？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离谱，但我说的全都是真的。柳如烟不置可否，转而换了个问题：林婉婉呢？她现在在哪里？她说她去外地参加艺术品交流会了。哪个交流会？具体的时间地点？我摇了摇头，这才发现我对林婉婉的行程竟然一无所知。审讯暂时中断，我被安置在了一间休息室里。林周端着一份盒饭走了进来，眼眶通红。浩辰，你别怕，我已经联系了最好的律师，婉婉也联系上了，他正在往回赶，说他会处理好一切的。他打开饭盒，里面是我最爱吃的那家私房菜，把筷子递到我手里，柔声劝道：快吃点吧，你都1天没吃东西了。我毫无胃口，却不想辜负他的好意，拿起筷子正要夹菜，柳如烟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她低头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在抬眼时目光如电，直直地射向了林周。下一秒，我的手机亮了，是柳如烟发来的一条消息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人贩子煮饭的女儿1年前在泰国做了变性手术，现在的名字叫林周。我感觉自己像被一道惊雷劈中，浑身发麻。我死死盯着林周那张我无比熟悉、总是笑意盈盈的脸，只觉得毛骨悚然。他伸手想摸我的额头，我像触电一样猛地躲开。林周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他看到了我手机屏幕上那条还没来得及按下去的消息，他的眼神一点点冷了下去，嘴角勾起一抹阴狠的冷笑，低声骂道：没用的废物，这点事都查不出来。他一把抢过我的手机，狠狠摔在地上，屏幕瞬间摔得4分5裂。本来还想让你多活几天，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了。我用尽全身力气尖叫着冲向门口，
口，可林州的动作比我快得多。他毕竟是专业的健身教练，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都远在我之上。他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将我狠狠撞在墙上，后脑传来一阵剧痛，我眼前瞬间一黑。他将我的双手反剪在身后，用带来的瑜伽带将我死死捆住，动作熟练的仿佛已经演练了千百遍。猜出来我是谁了吗？我亲爱的好兄弟。他捏着我的下巴，强迫我抬头看着他，那张帅气的脸上此刻写满了扭曲的恨意。我就是那个被你害得家破人亡的人贩子的女儿，我妈被枪毙，我爸上吊自杀，我从一个众星捧月的富二代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这一切全都是拜你所赐。我惊恐地瞪大眼睛，听着他这番颠倒黑白的话，厉声反驳：你妈是罪有应得，她毁了多少个家庭，我才是受害者。啪的一声，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我脸上，脸颊瞬间传来火辣辣的疼。那些因为贪婪掉进陷阱里的人，难道不是自食其果吗？如果他们能守住底线，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。我爸妈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，他们有什么错？我被他这套强盗逻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人的心性竟然能扭曲到这种地步。他看着我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，似乎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为了接近你，我花了多少心思，你知道吗？我去学你喜欢的健身，去吃你爱吃的餐厅，摸透了你所有的喜好，装作和你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，一步步成为你最信任的朋友。我看着你和林婉婉在我面前卿卿我我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恶心吗？我每天都在想，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付出代价，才能平息我心里的恨意。我要让你付出最惨痛的代价，让你永远活在无边的痛苦和悔恨里。这是我专门从印度淘来的，用来剥人皮的弯刀。据说这件锋利的藏品曾经见证过无数让人毛骨悚然的时刻。他拿着刀在我脸上轻轻比划着，那冰冷的触感让我浑身汗毛倒竖。情况危急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拼命寻找自救的办法。可我的手脚被牢牢绑住，嘴巴也被瑜伽垫的碎块堵住。这里是警局的休息室，他怎么敢这么做？我瞬间明白了，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，一个针对我布下的天衣无缝的陷阱。还在指望那个破核桃吗？你那个疯癫外公怕是没算到，人心比鬼神更难测吧？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你之前砸碎的那个核桃早就被我换掉了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，浑身的血液瞬间逆流，四肢百骸都透着刺骨的寒意。你说什么核桃被换了？对啊，你那个宝贝核桃早就被我扔了。里面那张砸碎所有镜子的字条是我亲手写的，因为那间密室那个死人全都是我为你准备的惊喜。我就是要让警察在你家里发现一具尸体，让你百口莫辩，身败名裂。你那个疯癫外公要是泉下有知，怕是要被我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吧。巨大的愤怒和屈辱瞬间冲垮了我的理智，我嘶吼着：不许你侮辱我外公！猛地用头撞向他凑近的脸，林州猝不及防被我撞得鼻血横流，痛得连连惨叫。他彻底被激怒了，骑在我身上左右开弓，狠狠给了我10几拳，怒骂道：疯子，你和你那个外公一样，都是疯子。那个老不死的那么厉害，怎么没算到我会换掉他的核桃？我看这次还有谁能救你？他高高举起那把弯刀，对准我的心脏，狠狠就要刺下来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外公，对不起，浩琛可能要来见您了。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可就在这时，休息室的门被人一脚踹开，10几个荷枪实弹的特警冲了进来，黑洞洞的枪口齐齐对准了林州，厉声大喝：不许动！为首的人正是柳如烟。林州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一把将我拽起来，用弯刀死死抵住我的脖子，嘶吼道：都退后，不然我立刻杀了他！柳如烟脸色紧绷，抬手示意手下退后几步，语气却依旧强硬：林州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。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都是你们逼的。江浩辰该死，你这个贱人也该死！你踩着我妈的尸骨往上爬，难道就不怕午夜梦回？他来找你索命吗？柳如烟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冷声道：你母亲罪有应得，法律是公正的。这番话彻底点燃了林州的怒火，他手中的刀又逼近了一分，我的脖子上瞬间渗出了血丝。他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附在我耳边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：想知道你外公最后一个核桃里到底写了什么吗？我诧异地看着他，他竟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核桃，塞到了我被绑着的手里。这才是你外公给你的真正锦囊，好好看看吧。黄泉路上也做个明白鬼。他说完突然松开了我，将手里的弯刀扔在了地上，下一秒几个特警一拥而上，将他死死按在了地上。柳如烟快步冲了过来，看到我脖子上的伤口，立刻高声喊道：医护人员，
我死死攥紧手里的核桃，哑声问他：“你怎么会突然冲进来？”柳如烟捡起地上被摔碎的手机，放进了证物袋。你被带进休息室之后，我查了林婉婉的航班和酒店信息，发现她根本没有出差记录。他顿了顿，深深看了我一眼。还有，林州用来捆你的瑜伽带打的是金刚结，这种结极难挣脱，通常用来捆绑重物，根本不是日常健身会用的。你运气很好，江浩辰2次都死里逃生。柳如烟说完，便压着林州离开了。可我却没有因为他的话感到半分庆幸。我颤抖着用牙齿和被绑住的手艰难地砸开了那个真正的核桃，里面只有3个字，是用鲜血写成的：他是谁？这算什么提示？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，是林州的同伙，可他刚才的样子明明是孤注一掷。等等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当年我从婚礼上逃走之后，柳如烟疯了一样找我，林州当时抱着我哭说：“浩辰，你别怪刘警官，他也许只是一时糊涂，女人嘛。”他是怎么知道柳如烟一时糊涂的？那张照片的事我亲眼所见，却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。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渐渐成型：如果当年那张照片就是林州弄给我的呢？如果他从一开始目标就是我和柳如烟2个人呢？那他的同伙，我不敢再想下去，浑身发冷，如坠冰窟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温暖的怀抱将我紧紧抱住。林婉婉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，脸上写满了心疼和自责。浩辰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了这么大的惊吓，都怪我，我不该出差的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看到他熟悉的脸，劫后余生的委屈和后怕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我死死地抱住了他。林婉婉帮我处理好伤口，听我讲完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气得一拳砸在墙上，怒骂道：“这个畜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们把他当最好的朋友，他竟然这么害你。”他骂完，立刻订了2张飞往国外的机票，柔声对我说：“浩辰，我们离开这里，去一个谁也找不到我们的地方。我已经给你请了最好的心理医生，我们重新开始。”他搂着我，在我的额头上印下了一个温柔的吻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这座城市是柳如烟的地盘，林州既然被抓，难保不会把所有事情都捅出来。林州的话，还有这个带血的核桃，都在证明事情还没有结束。我还有最后一节要渡，有林婉婉在身边，我紧绷了许久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，靠在她怀里沉沉睡去。可我不知道，在我睡着之后，林婉婉拿出手机，给一个陌生号码发了一条信息。她起疑了，计划提前。在去往机场的路上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如果林州的目的只是报复我和柳如烟，那他为什么要把林婉婉牵扯进来，在林婉婉的家里杀人，再嫁祸给我？这对他有什么好处？除非林婉婉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同伙。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我的心脏骤然漏跳了一拍。浩辰，林婉婉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她握住我的手，轻轻揉搓着。怎么手这么冰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她那双总是含情脉脉的眼睛，此刻在我看来却像吐着信子的毒蛇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抽回手，从包里拿出那张我早已藏好的照片。婉婉，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，柳如烟我的前未婚妻，她出轨了，这是证据。这个畜生，他怎么敢这么对你？浩辰，你等着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我装作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起身就要让司机掉头。我要去警局举报他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林婉婉一把将我拉回座位，紧紧抱在了怀里，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脖颈上，我却只觉得毛骨悚然。浩辰，再让我抱一会。怎么了，婉婉？你先放开我！我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无法掩饰的颤抖。林婉婉却像是没有察觉，她把脸埋在我的胸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低声说：“我想再抱你一会儿，浩辰，再坚持一下，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。”这句话像一道死刑判决，我瞬间什么都明白了。滔天的怒火和悲凉从心底翻涌而上，我抬手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。林婉婉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么对我？我们在一起3年，你对我百依百顺，温柔体贴，我以为我找到了可以相守一生的人，可这一切全都是假的。回想起过去3年的点点滴滴，那些温柔，那些呵护，原来全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。我的眼泪不受控制的往下流，厉声质问：“你和林州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帮他？”林婉婉被我打得偏过头去，脸颊上迅速浮起5道清晰的指印。她缓缓转过头，脸上的温柔和爱意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我从未见过的狰狞与怨毒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美工刀，死死抵在我的脖子上，阴狠地说：“因为我爱他，凡是伤害过他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”看着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我有一瞬间的恍惚，脑子里所有不合理的细节在这一刻全部串联了起来。难怪林州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换掉我的核桃，原来是由我这个枕边人做内应。难怪他敢在警局里对我动手，因为林婉婉早就为他安排好了一切。那个死在密室里的男人根本不是林州杀的，而是林婉婉。他是想用一场更血腥、更无法辩驳的谋杀案把我彻底钉死，而林州不过是他推出来吸引所有火力的棋子。我的脑子嗡嗡作响，
想，突然凄厉地笑出声来。明明是林州的母亲伤天害理，我只是个死里逃生的受害者，可在他和林州眼里，我却成了罪大恶极的凶手。看着我痛苦的样子，林婉婉的脸上露出了报复的快感。就是这样一个人渣，我竟然掏心掏肺地爱了整整3年。我擦干眼泪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外公说的没错，我命里有3劫，第1劫是人贩子，第2劫是你那个变态爱人，而第3劫就是你这条藏在枕边的毒蛇。现在3劫已过，你觉得你还能杀得了我吗？我的话彻底刺激到了林婉婉，她脸上的肌肉疯狂抽搐，举起美工刀就朝我的脸狠狠划过来。我闭上眼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疼痛，可预想中的痛感迟迟没有传来。车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拉开，一道黑影闪电般冲了进来，一脚将林婉婉狠狠踹飞出去，厉声大喝：“不许动！”看着那张熟悉的冷冽面孔，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。柳如烟迅速将林婉婉反手压在座椅上，铐上了手铐。我要杀了你，江浩辰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闭嘴，老实点！凭什么抓我？他害死了小瑞，他害死了我最爱的人，我要他偿命！你说什么？贱人，你婚礼上看到的那张照片是我 P 的，我找了最好的修图师，找了个身形和柳如烟很像的演员拍了素材，合成了那张照片，再让小瑞不经意间让你看到，你毁了小瑞的一切，我就要让你也失去所有。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得到幸福。啪的一声，我一巴掌狠狠扇在林婉婉脸上，打断了她的咒骂。我实在无法理解，一个颠倒黑白、草菅人命的变态是怎么有脸在这里喊冤的。怒火彻底烧光了我的理智，我不管不顾地冲上前，对着林婉婉的脸一顿疯狂的殴打。林婉婉嗷嗷惨叫，想要反抗，却被柳如烟死死按在座椅上，动弹不得。直到林婉婉的脸上再没有一块好肉，我才被柳如烟强行拉开。江浩辰，你冷静点，相信我，法律会给他最公正的审判。最终，林婉婉因故意杀人罪，伙同林州原名苏瑞，策划多起报复性伤害案件，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林州因故意伤害罪、伪造证据罪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我坐在旁听席的角落，听到判决结果，放肆地笑出了声。林州在被告席上用恨不得活剥了我的眼神死死盯着我，不顾一切地当庭叫骂：“畜生！给我妈偿命！他毁了我的家，为什么不判他死刑？这不公平！”没有人理会他的叫嚣，法警上前将他强行拖了下去。杀人犯根本不配提公平二字。当晚，我买了外公最爱吃的点心，连同判决书的复印件一起在十字路口烧给了他。外公，您的浩辰3劫已过，往后皆是坦途，您在九泉之下可以放心了。风吹过，纸钱的灰烬飞向夜空，我仿佛看到外公在对着我笑，还仿佛听到他在我耳边说：“对了，好好珍惜眼前人。”回到家，我的邮箱里多了一封匿名邮件，里面是一段视频。婚礼那天，我逃走之后，柳如烟疯了一样冲进化妆间，看到空无一人的房间，她一拳砸在了镜子上，手上瞬间鲜血淋漓。视频的最后是她对着监控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江浩辰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等我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”视频的发送人正是柳如烟。窗外清晨的阳光正好，我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我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。电话很快被接起，那头传来他熟悉的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的声线：“江浩辰。”江浩辰，柳如烟，我看到你发的邮件了，所以我来找你，好不好？